我气喘发作时，周瑾元正在宴厅中央与女秘书亲密共舞。就算我口吐白沫，陷入昏迷，男人依旧搂住女秘书，耳鬓厮磨，谈笑风生。回家途中，我在副驾驶柜里发现一枚钻戒，没等我开口，周瑾元皱眉抢过去，冷声说：“不是给你的。”我点了点头，指住路口前方的婚纱店，平静地说道：“麻烦你靠边停下车。”之前定制的婚纱长裙，如今想来是该退了。我刚走进婚纱店，周瑾元就下车追了上来，他将一件女士外套丢砸到我脸上。林浅，改你丢三落四的臭毛病。周瑾元有洁癖，从不允许车上落下任何属于我的东西。看一眼地上的外套，我淡淡开口：“不是我的。”听到这句话，男人缓和脸色，毫不嫌脏的将外套捡起，收叠。我知道衣服是江萌的，每回江萌故意落东西，都能引起我和周瑾元歇斯底里的争吵。唯独这一次，我没有任何抱怨，只是转身向店员报出手机号码。店员笑盈盈说：“二位来的正好，你们定制的婚纱西装都已缝制完毕，可以试穿。”没等我拒绝试穿，刚对我发错火的男人已然冷脸走进换衣间。10分钟后，我穿着婚纱站在周瑾元面前，他朝我扯了下嘴角，俗不可耐。我没有反驳他，而是拜托店员为我拍张照。闻言，周瑾元神情不耐，正欲揽住我一块合照。此时他的手机响了，是江萌的专属铃声。女孩向他哭诉自己最喜欢的外套不见了，如果有好心人能捡到他的衣服马上送回，他一定以身相许，至死不渝。挂断电话，周瑾元连衣服都没换，大步流星离开。听住轿车远去的声音，我拿起剪刀，毫不犹豫剪碎婚纱。凌晨1点半，正在收拾私人物品的我，收到一封微信，是周瑾元发来的：“在喝酒，相恋8年，男人难得主动报道行程。”看一眼手上的清洁手套，我并没有回复。收拾完垃圾，我洗了个热水澡，粘床便睡。周瑾元隔天回家时，刚好碰到我出门倒垃圾，他眼神奇怪的看住我：“你手机坏了？”见我摇头，男人本能拢起眉心。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问，过去他在外面待得太晚，我都会不厌其烦发讯息、打电话，可是昨晚他的手机安静的吓人。当我即将走到屋外，周瑾元又问：“林浅，墙上的合照哪去了？”垂眸看一眼垃圾袋，我正要实话实说，他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撞开我的肩，男人按住语音键，边说话边往里面走：“别急，小朋友，一做好就给你送过去。”听到浴室传出水流声，我继续下楼丢垃圾。丢完垃圾上楼时，我低血糖犯了，冷汗淋漓回到家，我拿起桌上的煎蛋吐司，刚咬一口，便听到周瑾元饱含怨怼的声音：“林浅，你是饿死鬼投胎吗？”看住男人咬过我的吐司，连带餐盘一并丢进垃圾桶，我目光呆滞问他：“我为你做了8年的饭，难道我低血糖发作都不配吃一口你做的早餐吗？”周瑾元眸光冷硬：“没教养的东西，不问自拿就是偷。”穿上西装，甩门离开。面对周瑾元发起的新一轮冷暴力，我下意识拿起手机，点开他的微信，发现他换了新的背景图，是江萌头戴猫耳的卖萌照片。我点了个赞，顺手取消对他的置顶。上班至中午，约好中介看房，我刚走进电梯，便碰到周瑾元和江萌。江萌披头散发，周瑾元正在替她扎马尾。看到我出现，江萌立马叉腰撅嘴，向我告状：“林浅姐姐，你来的正好，你看瑾元哥哥吗？他成天扯我头发，跟没长大的小男生似的，可讨人喜欢啦。”没等我说话，周瑾元轻捏江萌鼻尖，打情骂俏道：“小朋友，乱说谎话鼻子可是会变长的。”逗弄红江萌的脸，男人终于大发慈悲看向我：“林浅，难得碰上，一块去吃饭。”同个商厦，不同公司工作了5年，周瑾元不曾在午休时间约我吃饭，而林浅每天都会在社媒上
晒周景元陪他吃过的每一餐午餐。回忆至此，我笑了，你们吃吧，我还有事。没料到我会拒绝。周景元脸色不善的下一秒，电梯猛地遭遇卡顿，陷入黑暗。打开手机电筒，我看到周景元正搂住江萌，柔声安抚。没多久，电梯恢复正常。抵达1楼时，周景元提出送我一程。没等我说话，江萌突然晕倒。见状，男人不管不顾撞开我，背起江萌赶往医院。默默捡起碎屏手机，我打了车，开始看房。傍晚，周景元亲自送了一份甜点到我工位。半小时前，我看到江萌发了条新动态，爱人如养花，宝宝吃不完，根本吃不完吗？配图是一整桌法式甜点。我道了声谢，没有打开甜点盒。周景元眼露一丝茫然，林浅，你干嘛对我这么客气？我没有正面回答他，只说没别的事的话，我要去列印文件了。等我列印离职申请回来，周景元已经离开，他留了张便利贴，让我忙完后上楼找他，将便利贴撕下，连同甜点一道丢掉。我走进上司办公室，提出辞职。上司挽留良久，见我去意已决，终是收下了辞职信。按照流程，上完本周的班，我就能离开。当晚10点，周景元给正在聚餐的我打电话来，电话被一位男同事误接。换我接听时，周景元的语气冷得可怕。林浅，大半夜的你在哪里？我回他，外面，发个定位，我现在去接你。说完，男人直接挂断电话。发完定位，一直带到店铺打烊，我都没等到周景元。打开江萌的朋友圈，果不其然看到他生病挂针的消息，独自搭计程车回家，盥洗睡觉。半夜3点多，风尘仆仆的周景元大力将我摇醒，他冷冰冰对我说，林浅，我饿了，给我煮碗荠菜馄饨。他不喜欢荠菜，更不爱吃馄饨。我知道，想吃的人是江萌。我想要扯开周景元的手，却碰到他手背上的疤。当年学校礼堂起火，如果没有周景元，我恐怕已经成为一具尸体。救命之恩换一碗荠菜馄饨，倒是我赚了。眼见我一言不发换了衣服，准备出门，周景元抓住我的手臂，少见的语带忐忑，要不然还是等天亮再弄好了。反正，我打断他的话，轻声问，除了馄饨，他还有什么别的想吃的吗？沉默片刻，周景元松开我的手，说没了。天色微亮，男人提住食物保温杯，站在门口对我说，林浅，下周我得出趟国，这周六我挤出时间出来和你父母吃顿饭，讨论下我们结婚。没等他说完，我直接回绝，不用了。周景元明显一愣，你这话什么意思？我笑住撒谎，他们在外地旅游，还没回来。男人目不转睛盯住我，似乎仍有话要说。好在他的手机响了，为此他迫不及待关上了门。星期五，离职当天，我刚走出公司，就被周景元不由分说拉上车。高级餐厅内，周景元一边替我切牛排，一边问我想喝哪款酒。我百无聊赖滑动手机，随意道，你定就好。我的心不在焉令男人俊脸微沉，你在跟谁聊天？没有谁。即便得到我的回答，男人依旧将我的手机夺了过去，来回翻看小班会。他眼神晦暗不明，问我，你的荧幕桌布什么时候换的？在一起这么多年，我的荧幕壁纸一直是我和他的合照，如今却换成了我爸妈养的小狗。我懒得回答这个问题，钱翠起身去趟洗手间。等我回来的时候，周景元已经不在。突然之间，全场灯光熄灭，服务生推住鲜花和蛋糕，缓缓走向我。蛋糕车停定隔壁餐桌没多会，我的手机亮了，是10816发来的生日祝福。走出餐厅，我听到一道熟悉的甜腻女声，呀，景元哥哥好强壮哦，可以再推高点。是江萌坐在店外秋千上，兴奋不已，尖叫住让周景元把他推高高。太贪心的结果就是他没2下就摔进男人怀里。他们四目相笑，难舍难分，抱在一起好一会儿，才发现我的存在。
周瑾元眼底划过明显的扫兴，面无表情看住我。林浅姐姐，这个秋千可好玩了，你快来一起。话说一半，陈萌的脸变得红彤彤的，很是害羞的把环在周瑾元肩上的手意犹未尽垂放下来。林浅子子，你千万别胡思乱想，瑾元哥哥是为了救我才抱住我的。周瑾元宠溺的揉一把江萌的黑发，深情的注视住他。傻瓜，这有什么好解释的？你没受伤就好。哄完江萌，男人收敛所有柔情，蓦然望向我，这就吃饱了。我没有搭理他，而是往不远处的摩天轮走去。听说生日当天在摩天轮上许愿，愿望一定会成真。看住我的背影，江萌眼底闪过一道怒风，很快就拉住周瑾元跟过来。哇，摩天轮哎，姚元哥哥，我也想玩这个。听到工作人员说只剩下最后2个座位，周瑾元看都没看我一眼，牵住江萌抢先坐上去。20分钟后，回到地面的男人找遍整座商场都没能再见到我。夜晚8点，拎住行李走出卧室，将写住分手2个字的纸条压在钥匙下，我头也不回的离开。深夜11点，我的手机响了，是周瑾元打来的。当时我正在客厅跟父母聊天，没有看到。1小时后，男人再次来电，我按灭荧幕，关机，睡觉，一觉睡到隔天中午。重开手机后，我惊讶于有好10几通未接来电，似有所感，点开微信，我看到素来冷漠的周瑾元破天荒的一连发来好几条讯息，钥匙和字条是什么意思？不就是忘了你的生日吗？不接电话，不回讯息，欲擒故纵很好玩吗？林浅，我限你1小时内滚回来，否则就永远别回来。看清最后一封讯息的发送时间是3小时之前，我打从心底舒出一口气，动动手指将周瑾元直接删除。房门被敲响，得到我的同意后，母亲端进来一杯牛奶。浅浅，你胃不好，赶紧趁热喝。昨晚我拎住行李突然回家，父母却什么都没问，只是一如既往的照顾关心我。抱住母亲的手臂，我吸抽一下发酸的鼻子，说：妈，我看上了一套房子，虽然很小，但是足够为我遮风挡雨。母亲笑盈盈道：那就买，还差多少钱？妈给你补上。即便我笑住摇摇头，表示钱是够的，妈妈依旧转了20万给我。她说，女孩子有房有存款，才真正有底气。为此，我立即跟房东约好下个星期一签约。晚上，爸爸不但下厨做了一桌好菜，还买了个奶油蛋糕，为我补过昨天的生日。对住点燃的生日蜡烛，我双手合十，虔诚许愿，希望父母安康，一切向好。然而吹熄蜡烛没一会，却收到一则令人意想不到的讯息，准确来说是好几条来自不同人，却表达了同一种意义的讯息。天啊，浅浅，恭喜你爱情长跑成功，到时我一定回国出席，封你一个大大大红包。林浅，衷心祝福你和锦元百年好合，早生贵子。正当我对这些雪花般飘来的祝福感到疑惑不解之际，微信弹窗提示周瑾元申请成为我的好友。林浅，我在朋友圈官宣了我们即将结婚的消息，你想要的目的已经达到，你也该闹够了。看到闹够了3个字，我着实没忍住发出一声嗤笑。事到如今，到底是谁在胡闹？话说回来，我妈曾经让我把她的微信名片推给周瑾元，对此男人一直视而不见，未曾加入。如今看来，我倒是十分感谢他的毫不在意。若是这场闹剧传到我妈那里，指不定要害她头痛一整晚。平心片刻，我先是回复送祝福的朋友们，告知他们我和周瑾元已经分手。随后，我又在许久未用的朋友圈里发布了一条即便是陌生人也可看见的新动态：不信谣不传谣，本人单身，暂无男友。这条辟谣动态发出没2分钟，周瑾元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我没有接。然而男人不二不舍一直打，我乾脆将他的手机号码拉进黑名单。世界恢复清静后，我躺倒在松软舒适的床单上，戴上耳机，闭眼听歌。转眼来到星期一，
吃完母亲煮的爱心早午餐，我步伐轻快，准时来到房屋交易中心。在我和房东大叔即将签约之际，房东大叔的手机冷不丁响了。接通电话没几秒，房东大叔眼露错愕看向我，迟疑住将他的手机塞到我手中。林小姐，这人是找你的。我知道周锦元人脉广，能力强，但我怎么不会想到，素来理性的冷漠男人会为了让我接他电话，把手伸长到如此地步。找了个无人角落，我忍无可忍开口，周锦元，你烦不烦？没有料到我的语气会如此冷淡且不耐。安静片刻，男人沉声问我，林浅，为什么要跟别人说你单身？因为这是事实。周锦元冷笑，留个钥匙和一张破字条，就算恢复单身了。林浅，算我拜托你了，你一个快30岁的女人，为人处事能不能成熟点？我们已经订婚，很快就会如你所愿结婚生子。你现在这么胡闹，你让那些同学以后怎么好意思来参加我们的婚礼？福儿忍住发笑的冲动，我说不会有婚礼的。你这话什么意思？周锦元发出冷哼，难不成你真要跟我分手？我低垂眼眸，斩钉截铁回他，是的，我们分手吧。男人没再说话，听住他手机传来的背景杂音，我知道别人在机场即将登机。看一眼不远处生怕卖房有变的房东大叔，我正要挂断电话，周锦元却在这时放软语调，再次开口，林浅，我知道你因为我忘了你的生日而正在气头上，我承认这件事是我的错，等我带江萌从国外治病回来，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安静的听男人说完，我不咸不淡道，你误会了，我没有生气，也不需要任何补偿，你只需要知道，我跟你已经分手。说完，我挂电话，把手机还给房东叔叔，并且跟他说，如果这个号码再打来，麻烦你就直接拉黑。签完购屋合同，走完手续流程，我很快就拿到属于自己的红色房本，拍了张照片留念后，我立刻启程赴好友的约，愉快玩耍到10点左右回家。我主动请命替父亲下楼溜达小狗。当我推开单元楼下的门禁玻璃门，一个高大熟悉的身影挡住了我的路，是风尘仆仆的周锦元。林浅，收紧狗绳，我面容紧绷住后退小半步，你别过来。被我脸上的漠然刺痛，周锦元毫不听劝的拧眉逼近，他张了张嘴，正想说些什么，我家的小狗已经进入攻击状态，龇牙咧嘴的冲他又咬又叫。对此，周锦元却彷佛浑然不觉，步步紧逼住将我逼至墙角，逆住光，一瞬不瞬的冷冷盯住我。他说，我们好好谈一谈，我不想你我之间有任何误会。我皱起眉心，我跟你没什么可谈的。男人握拳撑靠墙面，牢牢困住我。林浅，你是不是忘了我们快要结婚了？你轻飘飘一句分手就想把我打发走，你把我当成什么了？面对男人咬牙切齿的逼问，我内心无言到半个字都懒得跟他废话。我2次伸手想把他推开，却发现怎么都推不动。小狗为了保护我而发疯似的叫唤声，持续吵亮了好几层楼道灯。眼看社区楼道内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不愿惊动父母的我，只好有所妥协。半小时后，24营业的咖啡店，周景元站在前台，点了2杯美式黑咖，其中1杯无糖多冰，被他主动放置到我手边。林浅，你看，我其实记得你的喜好。闻言，我忍俊不禁眨了下眼。从小到大，无论是我的父母还是亲朋好友，都知我最怕苦。家里只备黑咖，纯粹因为周锦元喜欢。至于必须多冰，是因为对我而言，冰块放的越多，咖啡的酸苦味就越淡。不过2天没见，男人莫名变得唠叨许多。没等我有所回应，他又自说自话继续说，关于你的生日，我向你道歉，是我忙于工作记错日期，一直以为是下个月，但其实我早就买好了你喜欢的礼物。说话间，男人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一个精美的丝绒小盒子，见我丝毫没有要打开的意思，他抿撇薄唇，自顾自打开礼盒，将一对流光四溢、价值不菲的水晶耳坠展现在我眼前。
2年前的某天，周瑾元曾随口答应我，明天就为我挑一对适合出现在正式宴会上的水晶耳环。如今，他终于实现当初的承诺。可惜的是，我早已不再需要。林浅，你不是戴一下吗？顶住周瑾元有所期待的深眸，安静几秒，我终是拿起那对早就不再需要的美丽耳环。然而我并没有如男人所愿，直接戴给他看，而是放在手心掂了掂后，翻转手腕，目送它坠落、破裂、崩坏的水晶碎片弹溅到周瑾元西服裤脚。我后知后觉看到，男人的小腿上满是被狗撕扯咬穿的窟窿血洞。对此，我全当没看见，淡然抬眸，礼物很丑，我不喜欢。请问还有别的事吗？没事的话，我要走了。一口未动的咖啡被掐捏至溢出，一向洁癖严重的男人，此时此刻却对自己袖口上沾染的咖啡污渍毫不在意。他按压突突直跳的额角，似笑非笑问我，林浅，你到底要装模作样到什么时候？你不仅发讯息威胁江萌主动离职，还故意挑在他急需出国做心脏手术的时候跟我闹分手。你做的这些破事，我都可以看在往日情分上，对你睁只眼闭只眼，不去追究。我现在就想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马上跟你结婚。行啊，我们现在就去民政局，天一亮就领证。周瑾元阴沉住倔面，猛然抓扯我的手臂，不由分说的拉近我与他之间的距离。四目相对之下，男人错愕的发现，我的眼中只有冷淡疏远。带住嫌弃挣开男人的手，我没有任何想向周瑾元解释澄清江萌向我泼来的可笑脏水的欲望。我只是一字一顿，平静如水道：周瑾元，我最后重申一次，我跟你已经分手，所以请你放心，我既不会跟你结婚，也对你没有任何你所臆想的所谓诉求。若是未来刚好在校友会上遇见，你就当从来没认识过我，不必上前寒暄打招呼。没有歇斯底里的红脸指责，更没有惹他心烦的软弱眼泪，眼睁睁看着我起身走向点单台，点了3杯全糖拿铁，全部打包带走。此时此刻，周瑾元的眼底终于出现难以掩饰的焦急慌乱。他追出咖啡店，唇色苍白对我说：林浅，我是你的初恋。我好整以暇看住他，所以呢，当初是你红住脸向我告白，是你亲口跟我说你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过一个人。毕业典礼那天，我们说好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一辈子在一起。所以，话说到这，男人竟变得有点结巴。所以，你不能因为一时的情感倦怠，说分开就分开，这对我不公平。我被他逗笑了，热恋期随口说出的甜言蜜语，你不会真的当真了吧？周瑾元，为什么会？没给我把话说完的机会。周身裹挟明显怒意的男人冷脸走进电梯，扣住我的手腕，将我整个人从电梯里生拉硬拽出来。不是我的挣扎反抗，周瑾元绷住倔面，咬牙切齿对我说：林浅，我宣布你赢了，不管你提什么要求我都会同意，只要你从现在开始别再故意冷战折磨我。听闻冷战2字，我一脸莫名其妙看住周瑾元。周瑾元，我请问你是听不懂人话吗？你到底想要我重复多少遍我们已经分手了你才肯放过我？即便我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周瑾元依然充耳不闻般深深凝视我好几秒，随后继续扣住我挣扎不已的右手，冷面冷心注意图将我扯进他停在几公尺外的银色轿车内。见此情景，一旁的顾川冲上前，眼疾手快握住我另一边手臂，默然道：林浅，他不想跟你走。察觉我正用尽全力往顾川方向挪动靠近，周瑾元的嘴角抿直如刀。他语带嘲讽问顾川：你知道我跟林浅已经谈婚论嫁了吧？他早已答应我的求婚，再过几天他就是我的妻子。你一个外人有什么资格来管我和我妻子之间的事？顾川揪住我的手黯然一紧，没等他组织好回击语言，被大言不惭的周瑾元气的脑子一热的我，已然冷笑住对周瑾元说：顾川是我男朋友，我的事就是他的事，倒是你一个死皮赖脸纠缠不休的恶心前任，你到底哪来的脸面，冲我男友狗叫不已？
我话音刚落，身穿医院病号服的姜萌从周瑾元的车内走了下来，他楚楚可怜的倚靠在周瑾元身侧，眨巴住眼睛，话里有话指责我：林浅姐姐，你不止在刚才的宴席上被人拍到跟这个男人眉来眼去，现在竟然还为了他如此伤遥远哥哥的心。难道子子你真的水性杨花到2个月不到，就迫不及待勾搭上别的男人？天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好一个水性杨花，迫不及待！我不仅对姜萌的阴阳怪气照单全收，还格外大度的对周瑾元说：你看姜萌多懂得心疼你，说句实在话，你们2个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我衷心希望你们幸福美满，早日成家。听完我毫无波澜、平静如水的祝福，周瑾元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十分难看。姜萌眼底闪过一道暗喜，嘴唇微张住，正想火上浇油继续正讽我，然而看到我和顾川站到一起的周瑾元，却如同大梦初醒般，猝不及防推开了他，膝盖被粗糙的地面磕碰破皮。姜萌一脸发懵的看住周瑾元奔向我，用从未有过的筑基语调向我解释：林浅，我跟姜萌绝对不是你以为的那种龌龊关系，他之所以会在我车上，那是因为他在公司路边晕倒，所以我才不得不送他去医院。我觉得有点好笑，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见我没有任何生气的迹象，周瑾元明显松了一口气。林浅，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的心里有头到尾只有你一个人。意识到周瑾元伸手想要触碰我的脸颊，顾川骤然发力，将我拽进他的怀抱，一脸警惕的对周瑾元冷声道：林浅现在是我的女朋友，请你自重。此言一出，我还来不及用眼神感谢顾川配合演戏，周瑾元骤然揪上顾川的衣领，面容铁青柱握紧拳头猛砸过来。这一击顾川本来可以躲，可是为了顾及怀里的我，顾川愣是站在原地，硬生生挨了揍。啪的一记清脆巴掌声，紧接住在周瑾元饱含愤怒的挥拳之后，响彻空旷的停车场。放开顾川，松开拳头，被我扇偏头的周瑾元一动不动的沉默数十秒，终是双目失神住，扭头看向我。他问我：林浅，你是不是疯了？其实不用问，周瑾元也已经打从心底认定我必然是疯的。如果不是得了失心疯，爱恋了他整整8年，一向逆来顺受、安静懂事的我，怎么可能为了一个不相干的野男人对他动手？一定是在做梦。正当周瑾元这么想的时候，他一抬眼便看到我握住顾川的手，十指相扣住，柔声问顾川：痛不痛？要不要去趟医院？周瑾元整个人都傻了，男人那双逐渐变得赤红的眼眸中写满了不可思议、难以置信。不死心的从地上爬起来，姜萌不再隐藏眼底的极度恨意，他振振有词指住我怒骂：你这个不要脸的贱女人，枉费瑾元哥哥一心一意想住娶你回家，没想到你早就背住他跟这个男人有一腿。从前姜萌在周瑾元面前搬弄是非、指鹿为马的时候，出于各种原因，我都忍了。如今他当住我的面，口无遮蔽的污蔑顾川是男小三，轻笑一声，我前脆利落的脱下右脚高跟鞋，气势汹汹来到姜萌面前。眨眼间，我做出了一个令在场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疯狂举动，呜呜啊！被肮脏带灰的高跟鞋底狂扇嘴巴，姜萌瞪大双眼，本能想要后退，然而我早有预料的死死揪住他的长发，控制住他。姜萌的臭嘴没几下就被我拍烂拍肿，疼痛难忍到他鬼吼鬼叫，疯狂飙泪。在我冷脸教训姜萌的时候，姜萌一直眼含热泪，求助性的看住周瑾元。好笑的是，周瑾元不仅一动不动，站在原地任由他哭天抢地的自我加戏，还在我将他垃圾似的甩丢到地面后，迫不及待的夺过我手中的高跟鞋，半跪住想要为我穿上。林浅，你别生气，我知道你绝对不是姜萌口中的那种女人。我终于看明白了，我们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都是因为姜萌在我们中间挑拨离间。我答应你，我以后再也不会因为可怜他而对他心慈手软，我回去就开除他好吗？浅浅，所以我们不分手好不好？浅浅，
我真的知道错了。瞥一眼模样凄惨、面如死灰的姜萌，我脱下另一只高跟鞋，面无表情的丢砸到周瑾元脸上。就算你开除100个姜萌，都改变不了我们已经分手的事实。说完这句话，我转身要走，裙角一滞，是周瑾元颤抖住手拉住了我。认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如此失魂恍惚的无助模样。你别走，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告诉我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非要狠心跟我分手？难道真的你跟这个男的在一起了吗？林浅，我不相信你会对我这么残忍。我满眼鄙夷，你放手。固执的摇了摇头。周瑾元的声音沙哑的可怕。林浅，你看住我，除非你看住我的双眼，亲口告诉你不爱我了，你爱的是顾川，否则我绝对不会相信你是真心要和我分开。如周瑾元所愿，我终于回头望进他那双不知何时变得猩红一片，绝望要近乎要落下泪来的深邃眼眸中，我一字一顿对他说，周瑾元，我真的不爱你了，无论我以后爱谁都不可能爱你，你听明白了吗？双膝一软，周瑾元毫无尊严的跪在我面前，他强行扯动僵硬的嘴角，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没关系的林浅，我爱你就行，你可以不爱我，只要我们不分手，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哪怕是去杀人。我平静如水道，我不需要你一无是处的爱，如果你以后再来骚扰我，我会直接报警。闻言，周瑾元眨了一下，那些积蓄良久的咸苦眼泪争先恐后的涌了出来。林浅，你别这样对我，我知道我不该一直践踏你的真心，忽视你对我的好，为什么不能再给我最后一次赎罪的机会？我发誓，我一定会让你看见我的改变，打断男人陷入魔怔的喋喋不休。我只说，周瑾元，一切都为时已晚。顶住周瑾元失去神采的空洞目光，我坐上顾川的车，就此离去。车内，我为临时拿顾川当挡箭牌，还害他挨揍的事道歉。顾川却无所谓，笑了笑，以后再有这种需要，务必先找我。将我安全送到社区楼下，顾川又说，林浅，如果周瑾元再来骚扰你，你可以打我电话，无论几点。我点了点头，笑住跟他约好下周末有空一块吃饭。1个月后的一个寻常夜晚，我接到一通陌生的座机号码，是周瑾元打来的。他似乎生病了，有气无力，从头到尾止不住的咳嗽。林浅，你先别挂电话，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我眼皮都没抬一下，没有。说完，我挂断电话，放下手机，继续看电视综艺。直到2天后，我才从同学群里得知，周瑾元在公司遭遇人为纵火，眼下仍在医院躺住，生死未卜。火是姜萌放的，姜萌因不满被辞退，情绪失控，拖住半死不活的病体，锁了公司大门，想要跟周瑾元同归于尽。看到当地警方出的案件通告，我后知后觉于周瑾元在濒临死亡之际，拨打了我的电话号码，真晦气。电影院前，我的喃喃自语引来正在买票的顾川的注意。浅浅，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没说什么。关掉同学群，我探头看向顾川的手机，问他出票了吗？买的几点？出了，还有半小时开场，正好够时间去买你想喝的奶茶。顾川兴冲冲带着我往商场下层走去。买奶茶途中，他顺道买了一些吃的玩的，手上的大包小包多到不太像准备看电影，而是刚扫完年货。看完电影下到停车场，顾川要我帮他打开后车厢，拿点东西。循声打开后备箱，我毫不意外的看到了他准备多时的鲜花气球。男人肉眼可见的很是紧张。浅浅，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我不假思索笑住回握他的手，当然。人生长而曲折，峰回路转之间，总是会遇到下一个他。